这个周一3月23日最不对劲的地方不在于 A 股5200只个股血流成河，而在于当 4.29 万亿市值灰飞烟灭的同一秒，习近平竟然拉着满脸绝望的李强躲进雄安的荒草地里，高喊决策完全正确。大家脑补一下那个极度撕裂的画面，窗外是几亿中国家庭的资产正在经历物理意义上的自由落体，资本巨鳄在夺路而逃，窗内最高权力核心却在自己亲手挖的烂尾大坑里强行找自尊，连平时恨不得把老百姓骨髓都榨干的发改委这回都吓破了胆。按国际油价，国内油价本该暴涨，结果发改委硬生生把涨幅按下来一半。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股市刚刚经历了 95% 飘率的大屠杀，底下的戾气已经到了民变的火药桶边缘，再紧半圈，几千万老百姓加不起油，两股戾气一叠加，明天马路上就是星火燎原。可是最惊悚的信号还不是经济崩盘，而是来自新华社的评论。在全中国老百姓都想骂娘的这一天，党媒竟然反常地登出了骂声二字。3月23号这一天，中南海的大管家李强贡献了职业生涯中表情最绝望的一张照片。官方刚刚放出的一张雄安视察现场图，照片正中间，总书记背着手正在视察一个食堂的打饭窗口，看着面前的白米饭和菜，那叫一个气定神闲，岁月静好，满脸写着朕的江山依然稳固。但是你把目光往后挪，看看跟在总书记侧后方的国务院总理、中共大管家李强，那张脸眉头紧锁，五官都快挤到一块儿去了，那种极度的焦虑简直隔着屏幕都能溢出来。为什么？李强是管国家账本的。就在这同一天，咱们来看看 A 股到底发生了多恐怖的血案。上证指数一根大阴线砸穿4000点，单日跌3个多点，不算稀奇。但真正恐怖的是，杀伤面积全市场一共才5485家上市公司。周一这一天，将近5200只股票飘绿，超过 95% 的股票无差别暴跌，几亿中国股民和中产阶级还没反应过来，几万亿的市值就灰飞烟灭，外资疯狂大逃亡。发改委为了防底层造反，硬着头皮拿国库的钱去压油价，国家财政早就千疮百孔。主子在这饶有兴致地看白米饭，李强的心里却在滴血。1万多亿砸进这片荒草地里了，你现在还要加大力度建设，这窟窿我拿命填吗？这就是集权体制下的伴君如伴虎。底下负责干活的管家已经快被现实的绞肉机给逼疯了。主子既然要看政绩，底下这帮官员怎么办呢？没钱真建设，那就只能靠演技，靠造假，靠高级黑。这就引出了人民日报周一头版爆出的一个绝世大笑话，标题叫首票空运货物直抵雄安综保区，雄安国际空港正式投用，连专属的国际航空代码 NXA 都弄出来了，感觉雄安马上就要超越纽约，比肩伦敦了。可是朋友们，大家知道雄安现在的真实状况是什么样吗？整片雄安新区根本就没有建设任何用于民用客货运起降的跑道。他们那儿确实规划了一个所谓的昭州机场，但那是干什么用的？那是通用航空，是用来搞低空经济、飞无人机、搞飞行员培训的。跑道短得可怜，你让一架装满国际货物的波音大货机降落在无人机跑道上，那是直接离地。这篇通稿里有一句极其隐秘的、疯狂侮辱正常人智商的话。他说，这架从斯里兰卡飞来的航班降落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然后呢，搭载的货物卸货之后运抵河北雄安，完成海关验核。大家听明白这里面的门道了吗？这就是一个纯粹的代码意义上的虚拟机场。飞机明明是落在北京大兴的，底下这帮官僚为了给皇上凑政绩，硬生生雇了辆大卡车，把这批货从北京走高速陆路运输了100多公里，拉到雄安的保税区盖了个章，
然后就敢在人民日报头版上敲锣打鼓地宣布，恭喜皇上，咱们雄安的国际空港正式投用啦。为了掩盖这个卡车拉出来的国际航班的滑稽真相，官方甚至恬不知耻地造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新词，叫不临空口岸。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你干脆叫不靠海的深水港，没有飞船的宇宙空间站。李强在焦虑，底下的几百万官僚更不傻，都知道雄安是个填不满的死局，谁也不想真拿自己的真金白银和政治前途去陪葬。于是大家达成了一种高度默契，你要看央企入驻，我就凑1000个群演，每天坐高铁去给你演上班。你要看国际化，我就把落在北京的货物用卡车拉过来，硬给你挂个国际空港的牌子。丧事喜办，万岁山呼，整个官僚系统就是用这种极其荒诞的软抵抗，把最高统帅当猴耍。雄安这片废墟上表演指鹿为马，转身他们就会去寻找最后那张跳船的船票。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这话说得太夸张了，体制内现在盯得那么紧，护照都收上去了，怎么跑？咱们就看官方自己发布的硬核新闻。你只要把这一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和最近密集的纪委通报拼在一起，你就会看到一台全速运转的绞肉机和一群正在疯狂寻找出口的权贵。就在3月23号，新华社授权发布，中办、国办突然联合印发了一份极其严厉的文件。这份名为《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定》的长文，端端正正地摆在了人民日报的头版上。几千字的官样文章，咱们直接翻译里面最致命的2个条款。你去翻它的第26条，白纸黑字写着，加强对境外重点岗位、重大资金、重大项目的廉洁风险防控，加强对境外人员、资金、项目的监督管理。你再往下看第27条，写得更直白了，因个人原因辞职的，应当严格审批，对经批准离职的，加强跟踪管理。大家品品这几句话，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发文死死盯住国企老总的境外资金？为什么要严查他们个人辞职？因为这帮掌握着国家几百亿、上千亿现金流的大管家们，眼看 A 股绿成一片，眼看上面非要逼着他们把资金往雄安那个无底洞里填，他们害怕了，他们比谁都清楚家底还剩多少。于是有人开始利用所谓的境外重大项目，疯狂地向外转移资产。资产转移的差不多了，下一步是什么？就是以身体不好、个人原因打报告、辞职，准备买机票走人。所以中办国办这份文件就是一张中南海气急败坏下发的防逃跑令。这绝对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恐吓，这艘大船上的绞肉机已经杀红眼了。大家看看这几天的新闻，3月20号 A 股1000亿市值的龙头恒力液压暴雷，常州首富汪丽萍被江苏监委直接留置。紧接着曾是厦门首富、市值近1000亿的三安光电实控人林秀成被立案调查。同一天，重庆市长胡恒华堂堂的正部级大员直接官宣落马。再看看深圳，空悬了半年的市委书记，最后居然是毫无根基的四川组织部长靳磊，像直升机一样空降接管。把这些看似孤立的新闻拼凑起来，你看到了什么？常州的汪丽萍，厦门的林秀成，这些所谓的首富，说白了全是各大政治派系养在民间的超级白手套。江苏是谁的基本盘？厦门又是谁曾经发迹的后花园？重庆、深圳，这都是掌握着中共最核心经济命脉的重镇。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疯狂换血抓人？因为最高统帅没钱了，外资跑了，股市崩了，雄安这种无底洞还在疯狂抽血，那填窟窿的几万亿真金白银从哪儿来？只能把屠刀挥向体制内习家军的钱袋子。现在回过头去想，海外一直传闻的那个17名高官携200亿美元出逃的消息，还觉得不可思议吗？今天中共体制内的这些达官贵人，他们比你我
更清楚国家的真实处境。看着地方财政连工资都发不出，他们看着昔日呼风唤雨的首富、市长，昨天还在高喊坚决拥护，今天就被纪委蒙上黑头套带走。所有身在局中的人都达成了最后的默契，跳船。能在海外买护照的就借着境外项目疯狂往外洗钱，跑不出去的就在国内拉帮结派，像胡恒华、靳磊背后那些错综复杂的派系一样，在做最后的政治反扑和垂死挣扎。老大在荒野里砸钱演戏，底下的管家看着几万亿的亏空，低三下四地抱住外资资本的大腿，苦苦哀求千万别撤资啊！就在3月23号上午，国务院的经济大管家何立峰在北京急吼吼地接见了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的董事长。他大言不惭地对外资吹牛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开局良好，好于预期。听到好于预期这4个字，不知道刚刚在 A 股亏掉底裤的几亿股民是不是想直接一口老血喷在屏幕上。朋友们，说到这里我稍微插一句，很多观众和做自媒体的朋友经常问我，江峰，你们团队是怎么能从浩如烟海的中共八股文和枯燥的宏观数据里瞬间扒出这种荒谬的对比和隐藏信号的？其实这背后离不开人工智能 AI 和大数据的高效辅助。为了帮大家少走弯路，我专门为 YouTuber 和自媒体创作者做了一套 AI 创作教程，把怎么用 AI 写文案的秘诀都放在里面了。链接就在视频下方的简介区，有想做自媒体、想提高内容深度的朋友，大家可以去看看。好，这里咱们就不多说了，言归正传。我们来看这出荒诞戏里最惊悚也是最能说明中共政权合法性已经彻底破产的一个致命细节。周一晚上被外资逃亡、股市暴跌、油价危机搞得焦头烂额的新华社，突然全网推送了一篇极其诡异的新华时评，标题叫骂声何尝不是改进工作的鞭策声，硬生生借着一个所谓旅游城市基层干部的嘴说，做大旅游城市怎么可能不挨骂，如果没人骂，那城市就凉了。中共的第一大喉舌什么时候主动在标题里提过骂声这2个字？中共的宣传纪律有多严酷？在 A 股暴跌、外资逃亡、全网都想骂娘的这一天，新华社的编辑和总编们难道不知道骂声这2个字有多扎眼吗？他们太知道了，但他们非要把这2个字端端正正地摆出来，这就叫中共官场现在最流行的高级黑，底下的笔杆子中层的官僚在借题发挥，指桑骂槐。他们不敢公开造反，就用这种极其隐蔽的方式，把全中国老百姓，哪怕是体制内跳不了船的贪官们的怨气，化作这2个字骂声，硬生生地砸在了最高统帅的脸上。这座大厦的根基已经彻底烂透了，火山马上就要喷发了，全中国都在骂你。所以咱们现在把3月23日这极其荒诞的一天重新盯在一起看。外资逃亡引发 A 股大屠杀，发改委怕激起民变，拿国库的钱倒贴压油价，中办连发文件防着国企老总们携款潜逃，何立峰四处求爷爷告奶奶的挽留外资。而新华社的笔杆子已经开始用高级黑的方式在头版公开表达不满和恐惧了。整个国家机器已经处在全面爆缸、众叛亲离的边缘。那位定于一尊的最高统帅，他已经彻底无法面对这千疮百孔的现实了。他只能带着那帮战战兢兢的随从逃离北京，跑到那个他亲手捏造出来的楚门的世界雄安。只有在那片空旷的荒野上，他才能躲开全世界的嘲笑，躲开全中国高级黑的骂声，听底下那帮随时准备跳船的太监们对他说出那句他最想听的谎言。总书记，您的决策完全正确。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点赞订阅江峰世界。想学习 AI 创作的朋友别忘了点击下方链接，咱们下期再见。